哎，就我上期说的时候，蔡康永老师、康永给找我，他说彩玲，我要搞一档聊天世界这样子，在抖音上哦，是你的地盘哦，你可以过来玩。我说过来玩的，你看我要是火了，你一个人，你就算你肩膀上拖着两个爹，不能够我。咋的不带那个小 S 了？然后前两天真找我了，说和小 S 一起在直播间聊聊天。我说聊什么呢？他说聊婚姻。我说咱仨一个没结婚，一个老被离婚，一个和老公分居8个月，就是可以聊婚姻吗？他说彩玲，人生就是有很多这些让人头大的事情啊。我说行吧，那我看一下我的档期。其实我心里的活动是跟这俩人聊天，别说聊婚姻了，就聊产后盆底肌修复的我都聊。今天晚上蔡康永直播间来听我和康永哥和小 S 一起聊聊婚姻。我估计我说这些东北话，小 S 可能是还听。哎呀妈，我太委屈了。就前一段时间我应邀参加一个活动，然后主办方就要求我穿一个蓝色的克莱因蓝晚装出席。完你说如果买呢，就穿完这一次就只能给我当儿媳妇看，那你说白瞎。然后我就灵机一动，我跟我同事说，我说你去联系一下那些什么就设计师工作室、就服装工作室啥的，完事借我一件这样衣服，完我到时候给他穿，这不也属于一个推广吗？品牌推广。我同事说对呀，你这大小姐咱也是女艺人，我去跟你谈啊。结果呢，快1个月过去了，每次我问他我说咋回事，衣服借着没，他都搪塞我。后来我急眼了，我说告诉我克莱尔你在拖什么？1个月借不来一件衣服，然后就给克莱尔整的实在是太委屈了，就是实在憋不住了，拿出了一个截图说姐，我是怕你伤心，他们是这么说的。亲爱的在呢，不好意思啊，我们考量了一下你们家的艺人是这样子，我们平时都是借给像关晓彤啊、倪妮啊这样的女明星，然后呢，像你们家这位很接地气的杨彩玲女士，并不是很符合我们品牌的调性呢。Sorry， 克莱尔怕我当时看完骂人，就赶紧跟我说姐，是他们没有礼貌，是他们不懂事，你千万不要跟他们生气啊。我说我没跟他们生气，我跟你生气，我要是他们我也不借我。你说你借个衣服，你管平时借，怪我这工作室借什么玩意儿呢？人家说我说的已经很客气了，还说我是接地气风格，他们眼中我应该就是土地佬风格，反正待遇真是不一样，就跟接广告都是。就是人家美女明星是啥呢？就是我们家的艺人人设是高端、知性、冷艳，你客户爱找不找？我呢也有商单找我，你比如我当时挺个肚子上完奇葩说之后，连着3个商单追着我给他们做推广了，一问全是盆底肌修复的。我说你们为啥全找我呀？他们说因为你的人设很清晰，就定位很精准。我说我是什么人设呀？他们说就大概就是盆底肌松弛这么一个人设。我说首先我不是不想挣钱啊，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呢，就我想问一下，就这个盆底肌搁哪呢？他说盆底肌嘛，那肯定是在盆底。我说我觉得我盆挺好，是个好盆，我不需要这玩意儿。还有一次，就我刚入抖音那阵儿，就粉丝还不多，当时没有人找我推广，我自己就胡了吧唧就推广自己，听着没？就这个事儿你也得就是向我学习一下，就胡了吧唧自己就推广自己。有一天晚上我刷短视频，就看有人推那个 HBN 的晚霜，我当时我着急了，就他为什么不找我呢？为什么不找我呢？我也在用啊，他测评我也可以测呀，就我为什么不行呢？但我不知道找谁，想来想去，我上人家 HBN 线上旗舰店找人家客服去了，上了人客服就叮咚在家亲，请问有什么需要吗？我说我觉得你们在寻找推广者的时候，不要老寻思谁好看谁有名，你再好看再有名，你跟这个观众之间有这个距离感，你们也要就是把这个和粉丝的这个亲密关系纳入你们的考虑范围。就比如说去寻找一些那些就不打针不吃药坐那儿就是陪你唠的那种唠嗑博主，比如你们家的产品 A 醇吗？ A 醇我也知道，就现在公认的抗时光抗老化的黄金成分，然后你们家专研的还是双重真 A 醇，所以它效果更显著。注意一下这个知识点。人家客服以为我有精神病，说听你的问题的描述应该是已生货，所以这个问题应该属于售后。但是主动推销自己肯定是有回报的，你大不了尴尬的是对方。最近好在就是 HBN 自己主动找到了我，说想不想试用一下他家产品，给个回馈。我说我都用半年了，你才找着我，今天算你们慧眼识珠，也不枉费我用素颜给你们展示一下。咱先不说别的，就你皮肤如果本身不够滋润，就这些爱长这个小干巴褶的地方能给你称赞很多。然后你注意我这个盆底肌，就是苹果肌，说错了，是不是维持的其实比盆底肌紧致？然后他说那你既然用这么长时间了，那我们还用给你寄邮寄试用装。我说那可不行，你一码是一码，你赶紧给我寄2瓶，我脸大。哎，我婆婆昨天跟我老公产生了重大经济纠纷，给我打电话让我评理。因为啥呢？我女儿啊快6岁了，昨天掉了人生第1颗牙。这个国外呢有个传说，就是小孩掉了牙就放到枕头底下，然后晚上牙仙子会来到他的卧室，把牙取走，然后给小孩留点钱。我女儿呢本来牙掉的挺疼，要哭，结果一听说还给钱，当时憋回去了，乐呵的拿着他那个小牙放到塑料袋里，说晚安吧各位，我上去了，晚上牙仙子就要来了。我女儿上楼之后呢，我婆婆就问我老公了，那你说这牙仙子谁当的？
我老公说我当不了，我兜里没有现金，他呢没有收款码，给不出去的钱。我婆婆说我呢，咱说也不是不能当，但是我现在兜里呢没有小钱，我最小的现金是$20。你说我拿$20，那得是换什么牙？金牙呀？这个铜块有点昂贵，要不然呢，今天晚上我就先把那牙拿走，完给他留封信，就说下次掉牙的时候一起给，然后你呢明天赶紧去求点现金，完你给。我老公说打白条啊，你嫌牙仙子的铜块太贵，你可以换个便宜的，你就不信他这一套，还牙仙儿，你就换来自铁岭张彩玲他奶奶那套铜块。都说宇宙的尽头是铁岭，铁岭童话的尽头是大马猴嘛？你就说牙让大马猴给吃了，他们的童话节约成本，大马猴不要钱。然后呢，我老公就睡着了，就当爸爸的就容易比较粗心，但是我婆婆还是很细心、很善良的，到底伪装这个牙仙儿，把这个钱放到我女儿枕头底下了。第二天我女儿醒来一看，枕头底下$20，非常开心。然后正好周末一家一块逛街去了。到了商场，我女儿就相中了个帽子，就跟她爸说：“爸，你说你这17根头发，头皮都快被晒漏了，我给你买个帽子吧。今儿我有钱。”我婆婆当时就着急了，那是牙仙子的钱。我女儿说，但是牙仙子给我了呀。我婆婆说，但是你可以还她呀。我女儿说，我不认识牙仙子，我怎么还？我婆婆说，我认识牙仙子，他昨天晚上不把钱给你放你枕头底下了吗？你今天晚上你再放回去，完我告他，今晚他再来。我女儿说，他拿我当核酸点呢，天天来，他拿我当核酸点呢。你告诉他不给钱不用来了，我下次掉牙的时候我自己会告诉他。我婆婆一看跟孩子说压根没有用，就得跟大人说。我老公贼高兴，搁那试帽子呢。然后我婆婆过来了，偷摸跟我老公说：“你把帽子给我退了。”我老公说：“这是我女儿的心意，我退什么退？”我婆婆薅着我老公帽子就要退，你给我退了！你女儿心意从哪来的？我老公说：“人牙仙子给孩子的，你别撕吧，你别撕吧，你再撕吧，大马猴来了啊，给你抓走喂老妖精。”哎，你能想象吗？就他看个欧洲杯能把球服买错了，英国对意大利人买个巴萨的，而且本来不看足球，为了装男人硬看，结果10分钟睡着了。就他。其实人家以前也是苗子，差点被选入国家队，代表加拿大去参加奥运会。就加拿大吧，他选苗子为国家争光这个程序跟咱不太一样，就是他们不是组织找苗子选你练你，得是苗子自己把自己先练好，然后去找组织，就是给人感觉就是你爱争不争，就是不管你多大天赋，你哪怕你是哪吒，你出生时候是滑旱冰出来的，那人家也不主动找你。然后我老公小时候呢就哮喘，我婆婆就领他上医院看病，医生跟我婆婆说。那小孩哮喘也没有别的办法，就练肺子呗，从憋气儿开始。我婆婆说憋气儿咋练呢？拿被捂他呀，看他在里头能蹬几下。那万一捂大个气儿不蹬了呢？医生说就是从练游泳吧。结果一游上泳，我老公天赋异禀，平时缺那心眼儿全长肺管上了，那蛙泳游的跟蛤蟆疯了似的，就是个涛，校队第一。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后来咋停了呢？我老公说当时他正在上学嘛，就是勤工俭学，打了份工。就打这工呢，就是收废品，到处收，然后卖。然后后来如果继续参加这种比赛呢，就不能打这工了。然后我婆婆就说，那还是得打工挣钱。我说那咱就捋一捋，就是说白了，就是你本来可以参加奥运会，然后你和你妈分析了一下世界格局，最后决定捡破烂。我老公说，反正在加拿大，你要是想当体育明星，那其实是很贵的，因为你得从小自费练，练好了才能入选，练不好了有可能还白练了。那你这练的过程，很多家拿不起这钱。比如说我老公的妹妹玛丽莎，那以前也是练花样滑冰的，滑的挺好的，那在冰上咵咵咵一顿就转，跟旋转拖布似的。但是冰刀鞋你得买吧，买完你得磨刀吧，他那个脚从33长到42，你得给他换鞋吧，你不能像灰姑娘他妈是直接给脚趾头剁了吧。那如果你想专业练，你得有空间自由翱翔吧，你得租场地吧，要不然你身边一堆业余退休老头，他不滑冰他都摔呢，你到那一顿转飞，你降落的时候给他做了呢。还有这个花样滑冰，你得打扮好看吧，你得穿小裙儿，你转起来才是旋转拖布呢，你不能穿校服吧，还兜风还开裆，你还得化妆吧，要不人也白冰也白，上去漂白一片跟贞子似的，那这不都得花钱吗？我说那你妹妹后来咱也不练了呢？我老公说那后来我上大学了，我那工作就给他了，接班了。我说哎呀妈，可惜了加拿大，等于你这一家子体育苗子最后都捡破烂去，破烂换钱。他说所以嘛，加拿大国家挺大，但是体育成就上没有那么璀璨，也是有原因的。我说那你也不能光整那客观原因，也有那个成本低的项目，我也没看着你多厉害。拔河便宜，但是你们还不会蹲。铅球，你加拿大那老大地方，人都在最南边，北边全是熊，你买个球你就往北撇呗，反正熊也有劳保。如果说拳击还得买手套，费钱，那你可以相扑啊，相扑真是成本太低了，兄弟，你就找俩胖子，一见面往一块头一抱。就开始薅裤衩，
薅呗，那薅坏了这样你捡不来。